大石村的人都在村里的老槐树下乘凉，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着。周家那18岁的老姑娘桂兰竟然嫁出去了，也不知嫁给谁了。就是那年前带着2岁儿子来山上住的那个猎户，还换了一头大野猪。哎呀，好好的姑娘就被他这么留成老姑娘，临老还给人当了后娘。我听说那猎户啊，以前可是杀过人的，你们瞅瞅他那吓人的模样哦。深山里，一个壮硕的男人端着一碗白米粥，拿了汤勺给女人喂粥。女人好似做了什么噩梦，手用力地挥舞着。周桂兰睁开眼睛，看到眼前的男人手用力地往男人的脸上捶去。男人敏捷地抓住她纤细的胳膊往床上一按，她一惊，连忙用另外一只手挣扎。那男人用拿碗的胳膊将她一按，两人的脸凑得极近。流氓，你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我会告你的。周桂兰挣扎着，心中一片骇然。我不是出车祸死了吗？为什么现在躺在床上，身上还有一个男人？正想着，脑子一疼，她忍不住闭眼，一股不属于她的记忆朝她袭来。前几天徐长林扛了头大野猪跑去他家提亲，原主的娘立刻就答应了，奈何原主不想做后娘，一头撞死在门框上。原主的娘也是个能耐的，竟然还是在今天将原主给抬到山里。消化完记忆，周桂兰在脑子里迅速地整理信息。我竟然穿越了，今天晚上竟然就是我的洞房花烛夜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被这个男人给糟蹋了。正想着，就感觉自己被压制的2只手被松开了，她立刻睁开双眼，正巧就对上男人那如寒潭般的眸子里。我不会强迫你，不想嫁也不用寻死。这声音简直就是男神音呐！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人，刚毅的长相，棱角分明的五官，还有这透过衣服就能看出来的好身材，简直就是男神级别的呀！心思正荡漾着，就听到旁边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：爹。周桂兰花费了巨大的力气，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处，眸子再次睁大。好可爱的奶娃娃呀！这简直就是坐享一个俊朗的不像话的老公和一个萌化了的奶娃娃呀！不走，我坚决不走！才刚来这个世界，她一没钱，二没地方可去，这里有美男又有小奶包，她当然是不会走了。周桂兰向小奶包伸出魔爪，在她脸上来来回回的摸，那光滑的感觉让她心中忍不住一声叹息，手感简直太棒了！以后我就是你亲娘了，乖，来喊一声。小奶娃身子往徐长林的身后躲，周桂兰讪讪地收回手，正考虑怎么哄小奶包。你要干嘛？徐长林将外衫放到凳子上，语气都是冰冷的。天亮了你就可以回去，再找人家嫁了。说完，不等周桂兰反应，就一把抱着小奶包放到中间。睡觉。小奶包听话地躺了下来，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早上，徐长林已经不见了。他起身梳洗完了之后，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，这才发现整个屋子里只有半袋子苞米。这是要饿死人的节奏呀！回屋拿了一个木盆，蹲到屋外的地上，拿了一个树枝就扒了土，开始挖蚯蚓。前世的周桂兰可是农业大学毕业的，毕业之后也一直在搞养殖，看到这个地方他就双眼放光，这就是最好的养殖条件呢！只要能在这里弄起养殖场，那到时候还不是想吃啥就吃啥，想喝啥就喝啥吗？小奶包凑过来，看到周桂兰的动作稀奇，也学着周桂兰的动作，拿了个树枝扒了土。周桂兰抓着一个挖到的蚯蚓放到小奶包的面前，乖儿子，怕不怕？只是这一句话问完，他就发现小奶包看着蚯蚓，两眼放光，眼前就出现一只小白手抓着一只蚯蚓递到他的面前，奶声奶气，送给娘。周桂兰简直是母爱泛滥呐，她喊她娘了，还送蚯蚓给她，这小奶包简直是太招人稀罕了。乖儿子，小奶包脸上又升起2团酡红，他娘喜欢蚯蚓，要多挖蚯蚓送给娘。
一大一小两人就蹲在地上划拉着黑土，一个个的蚯蚓被他们两人丢进了木盆里。徐长林回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大一小蹲在地上玩泥巴。这女人竟然还没走，将那头梅花鹿放到空地上。听到声音，周桂兰回过头，这是梅花鹿。她走近，发现竟然是真的梅花鹿。她看着梅花鹿的体型也有200-300斤吧，而且这梅花鹿警觉又跑得快，徐长林竟然能打到一头。天哪，这男人也太牛了吧！周桂兰围着梅花鹿转悠，想着要将它怎么分解。鹿茸、鹿角、鹿鞭、鹿血、鹿皮，全是钱呐，全是钱！儿子，今天我们吃好的吧。周桂兰就拿着菜刀冲到他面前，那刀的寒光让徐长林警惕地看着他。这个女人想谋杀亲夫？徐长林，你太厉害了！来，把这头鹿收拾了，咱们还能趁着下午去卖了。徐长林这才接过刀，蹲下身子，对着鹿的头就要下刀。等等！徐长林手一顿，抬头看着他，你不会就这么直接剥皮吧？你简直暴殄天物！现在听我指挥。这男人简直不识货呀！难怪他打猎物这么能耐，家里还这么穷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徐长林快速地将这头梅花鹿收拾好了，分成不同的部分，一一放在一个背篓里。周桂兰捡起7-8斤鹿肉来，准备做一顿好吃的。徐长林见他兴奋的模样，心中也是轻松了不少。看来他是想留下来了。留50斤肉下来，这么多吃不完会坏了的。明天你回门带回去。周桂兰这才想起来，这边出嫁的姑娘第3天是要回娘家的，这称为回门，还得带回门礼。想到这原主的娘啊，他的小心肝就颤了颤，那可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不会看穿他吧？之后周桂兰就主动担下了做午饭的任务。小奶包蹲在地上继续挖着蚯蚓。徐长林走过去，为什么挖这个？小奶包头也不抬，脆生生的应着，娘喜欢，我要送给娘。徐长林沉默了，自己这个妻子会不是脑子撞坏了？可惜小奶包完全感受不到他爹的心情，还喊徐长林一起。徐长林不忍心拒绝自己的儿子，只能蹲下来陪着儿子一起挖蚯蚓。周桂兰煮好肉和粥之后，才对着蹲在地上的一大一小两只喊：开饭了！徐长林端着那个大木盆走过来，后面还跟着白嫩嫩的小奶包。听说你喜欢蚯蚓，送给你。收拾好之后，周桂兰就跟着徐长林去镇上。小奶包被叮嘱在屋子里玩，徐长林背着背篓在前面走，周桂兰空着2只手在背后走着。在爬过一座山之后，周桂兰累得走不动了。先休息休息。说完，周桂兰再也忍不住，一屁股坐到一块石头上休息。旁边的徐长林见状，将背篓放到一边，背对着周桂兰坐了下来。徐长林，你打猎总是不保稳的，咱们只有半袋子苞米，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。等这次将这些东西都卖了，有钱了，我要买鸡买鸭买鹅，再抓2头猪，到时候养起来，咱们做一个养殖大户，保准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前世他没有启动资金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让他搞养殖，他最后跑去了市场销售。可是这一世有这么好的条件，养殖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不走了？走什么走？我要开展我的养殖大业，赶紧去镇上，要不一会儿就迟了。一路上，周桂兰兴奋地跟徐长林讲着自己要养多少鸡多少鸭，要怎么养，而徐长林偶尔应一句，就让周桂兰更加兴奋，随即讲得更加兴奋了。两人到了药材店，周桂兰咧嘴笑着，脸上那层松松垮垮的皮都皱成一团。请问你们这儿收鹿茸吗？那小伙计一愣，下意识问道：你有？给徐长林使了个眼色。徐长林会意，将那个背篓往柜台上一放，小伙计就让两人在这里等等，随即匆忙地去了后院。不一会儿，那小伙计就带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过来。刘管事，就是他们，不知两位想怎么卖这些东西呢？你给开个价吧。管事眼光闪了闪，随即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子，笑得亲切。这些我一共给你们2两银子，如何2两银子？这是拿我当傻子呢。刘管事，
这鹿茸可是有价无市的东西，就是单独卖也不止2两银子吧？没想到您这般懂行情，那我就掏心窝子6两银子，这些我都收了，如何？刘管事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子，脸上的表情都是肉疼的。10两银子，你愿意卖不？那热气吹到徐长林耳朵里，让他觉得有些发痒。你做主。得了他这话，周桂兰再次咧嘴：10两。如果想要鹿肉和鹿皮，那就再加3两。毕竟啊，我男人可是10里8乡有名的猎户，也就他能猎到梅花鹿。换而言之，如果价格合适，以后可以继续合作。刘管事忍不住皱起眉头，纠结得不得了。如果这些入了药再卖出去，那就不是这个价，可这个进价也很贵了。若是小掌柜回来责问，这位夫人，这个价格太高了，8两如何？价格就在这儿了。若是刘管事不要，那我们再去别家药铺看看。他一说这话，徐长林就动手，这干净利落的动作让刘管事心里大惊。等等，10两银子我要了。徐长林的动作随着他的话就停了下来，随即开口道：鹿肉和鹿皮顺带收了。周桂兰一愣，忍不住咧嘴，在心里给徐长林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不过最后刘管事用2两银子收了鹿肉，没有收鹿皮。接下来他也不走，就让伙计给他抓了一大堆的药，八角、桂皮、茴香，这些可都是好的调味料，做好吃的必备的。最后结账的时候，药材花了100文，他们拿走了11两，外带900文钱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那伙计忍不住挠了挠头，疑惑道：刘管事，这俩人买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材干啥？也不能治病啊。别管这些了，赶紧着吧，这些东西都拿到库房去，等小掌柜回来再做定夺。那钱被周桂兰贴身放到身上，兴奋的脚步都轻快了。太能耐了，你一下就赚这么多钱，厉害厉害。得养活你们娘俩。这男人真是极品，长得好，身材又好，又这么有气场，嫁给这样的男人真是赚到了。这个男人简直就是撩人不自知啊！快走吧，一会儿天就要黑了。2个人去了一个成衣店，这是我们这儿卖的最多的货，400文一匹，你们要我给你们算390文。周桂兰上手摸去，只觉得粗糙。有细棉布吗？拿了2匹细棉布过来，放到柜台上。周桂兰摸了一把，手感好了不少。不错，舒服。这是细棉布，要贵一些，一匹布800文，我可以给你780文。若是我买5匹布，3两银子卖不？你真的要买5匹布？老板，能不能卖？自己在心里算了一匹账，虽然说每匹布就赚了一点，可5匹布也赚了不少。在花了3两3钱银子之后，终于走出了布庄。怀里揣着巨款的周桂兰接下来就开启了买的模式。老母鸡先来2只，鸡蛋来100个，鸭蛋那就来20个吧。竟然还有卖鹅蛋的，赶紧来20个。大米那是不能少的，先来50斤，多了怕他们背不回去。白面快来30斤，再买4斤板油回去炼油，家里盐也不多了，再买1斤盐。萝卜种子先买一些，种了之后还有青菜吃。这么一圈扫荡下来，徐长林背着的背篓已经满满当当的了。周桂兰手里提着2只鸡，最后看到路边有人在卖羊，她又花了5两银子买了1头母羊，加上1头还在吃奶的小羊羔。2人看了看天色，赶紧往家里赶。他们终于回到了大石村，徐长林背着大背篓，拿着包子，周桂兰牵着2头羊，提着2只老母鸡回到山上。小奶包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，向着远方张望着。见他们回来，他站起身，迈着小短腿朝着这边过来。周桂兰忍不住快步走过去，放下牵着的羊和鸡，吧唧一口就亲在了小奶包的脸上。回来有人迎接的感觉简直太好了。儿子，饿了没？哪怕只是来了这个时代1天，他已经毫无隔阂地将自己带入到母亲的角色。小奶包对他还是有些怯生生的，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，牵着小奶包的手，提着鸡往屋子里进去，完全无视了背后背着大背篓的徐长林。一进去之后，周桂兰就对他伸了手。包子。
徐长林将油纸包包着的包子递给他，他像献宝一样打开油纸，放到小奶包的面前。想吃吗？想吃，笑着催促道。吃吧。娘，你吃。你看这还有很多，你赶紧吃，我们都有。等大家都撑得摸肚皮时，周桂兰兴奋地将今天赚的钱都拿了出来，算了账，拿着钱兴奋地问父子俩：知道咱家今天赚了多少钱不？小奶包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而一旁的徐长林依旧是默不吭声。周桂兰撇了撇嘴，这个闷葫芦，这个时候可就太没意思了。不过想到自己手里的钱，他就又兴奋起来。今天我们一共有14两的进账，买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花了11两，咱们还剩余3两银子，这钱给你放着。以后我们家钱归你管，收拾下，一会儿与你回门。周桂兰一愣，才意识到她已经出嫁3天了，今天要回娘家，这也是这边的风俗。啊，糟了，我什么都没准备。周桂兰挠着她那鸡窝一样的头发，想到脑子里原主老娘的彪悍，只觉得她要惨了。我已经都准备好了。周桂兰用白面做了手擀面，一家吃得满足了，这才牵着小奶包跟在徐长林的身后下了山。直到周家，就看到不少村里的亲戚坐在门口，都在等着他们回来。梅花婶子，你家桂兰回来啦！不一会儿，就看到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从屋子里跑了出来。你是不是被欺负了？这老太太果然是彪悍，当着徐长林的面竟然就敢这么问他。咋的？聋了？要是他琢磨你了，你就跟我说。咋成闷葫芦了？没有的事儿，我挺好的。娘，咱们先进屋吧。哎呀，进啥屋啊？就让我们这些叔叔伯伯瞅瞅你回门给你娘带了啥好东西。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响起，从原主记忆里知道这个人是原主的大娘。往日里就不太喜欢他们家，总觉得他大伯往他们家贴了不少东西。周老太太摆了摆手道：哎，她刚嫁过去，没啥家底儿，能给我带啥呀？他们能过好他们的日子就成了，你把他拉扯大呀，这会儿他就该孝顺你。快让大娘瞅瞅拿了啥，咱也不能空着手回来吧。嘴上是这么说着，心里可不觉得周桂兰嫁给一个猎户能得到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就是啊，多多少少也是心意，快给我们瞅瞅。其他几个长辈也起着哄，明显就是嘲弄，他们对周桂兰可都是不喜的。周桂兰挑了挑眉，这摆明了就是要让她丢脸。眼看着自己家的小媳妇儿被挤兑，老太太脸色也变了。徐长林干脆就将背篓放下来。对了，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奶包抬头看着周桂兰，表情有些受伤。原来娘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娘不在意我吗？徐小天。徐长林如常说了名字，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面条。赶紧吃完收拾好，晚上就能睡媳妇儿了。周桂兰瞧见小奶包的表情，心疼的不行。是娘不对，才知道我们小天天的名字。下次去镇上，娘给小天天买糖吃好不好？听说有糖吃，小天天又咽了口口水，点了点头表示同意。一家3口将一大锅面条吃得干干净净，都撑得不行。周桂兰将锅都洗刷干净，这才舀了水在锅里烧着。等她洗完澡回到屋子时，小奶包又躺到了中间，而他的小妻子已经躺到床里面了。他快步走过去，一把就将睡在中间的小奶包抱了起来，放到床尾。刚放手，小奶包就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，躺在了中间，2只手抱住了自己香喷喷的娘。徐长林难得地皱起了眉头，第一次觉得这小子在这儿碍事儿。周桂兰也是累极了，刚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衣服什么的还是明天再洗吧，要扛不住了。手一伸，又将软乎乎的小奶包抱在自己怀里睡了过去。路过大娘门口时，大娘正巧从屋子里出来，看到周桂兰背上背着的背篓，想到昨天家里分的鹿肉，笑眯了眼。桂兰呐，又送了啥好东西给你娘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想问问娘有没有什么衣服要洗的，我跟我娘一块洗了。周桂兰笑着回了一句。这个大娘也不是个好惹的主，大娘显然是不相信。你这是唬大娘呢？咋的？怕大娘抢你东西？当然怕了，您这模样是明摆着要东西。这话呢，也就心里想想，周桂兰也不能真的这么说，笑了笑。
哪能啊，就是家里穷，昨儿个把东西都拿了回来，就想问问娘有没有粮食能借我点儿。要是大娘家有粮食，那就更好了。一听是来借粮食的，大娘脸上就没了笑。这年头谁家都缺粮，我们家这么多口人，粮食也不够了，你去问问你娘吧。话一说完，就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就怕周桂兰再问他要粮食。他还以为这猎户家攒了多少银子，原来昨儿个呀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拿了东西今儿个就来借粮了。果然这一家子还是得让他们家接济，这可不行。周桂兰继续往前走，大娘的反应早就在她的意料之中了。娘，这2匹布您想给徐长林跟小天做2身换洗衣裳，他们都没衣裳穿了。咋的？就光给他父子俩做，你不要新衣裳？知晓周老太这是在维护他，他急忙道：娘啊，你看这颜色也不好看啊，都是给男人做衣裳的，我要来干啥呀？你买布的时候不会买2块好看的布？周老太太可不是个好忽悠的，立刻就怼了回来。他们2个都没衣裳，你看就徐长林还有3套破烂衣裳，小天身上就那1套，好歹呀我还有2套你给我做的衣裳呢，咋的也不能在这事上争他们的，是不是？等徐长林再打猎了，有了钱，我就去买布给自己做衣裳。听他保证，老太太这才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缠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可不能嫁了人就委屈自己个儿。为男人着想那是对的，可那孩子也不是你亲生的，对他再好也没用，往后呀照样拿你当后妈，你可给我长点心眼儿。那孩子挺好的，他现在小当然好，我是让你长点心眼儿，别吃力不讨好。咋的？嫁人了就不把娘的话当回事了？好好好，我记着啦，往后一定对自己好好的。对你男人也得真心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对他好，跟他好好过日子，只要是个好的呀，也能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听着这话，周桂兰点点头，随即又从背篓里拿出他准备好的30个鸡蛋，跟他娘仔细说了说自己想养鸡的事情，这才道：家里没地方孵鸡，就想让娘您帮着烧炕试试，您留10个鸡蛋自己吃，剩下20个帮我孵着试试，柴火我让徐长林送过来。周老太太摸着那鸡蛋，脸上是止不住的喜色。你有这盘算也是不错的，娘就帮你试试。昨儿个你送来的鸡蛋还有，这30个鸡蛋就都给你孵了。徐长林竟然拖着一个木筏子回来了，而那木筏子上竟然是一个15、16岁的少女。看到那女孩时，周桂兰脸都抽了抽，这就是她大伯家的闺女周秋香。这是咋了？周秋香羞答答地瞥了一眼徐长林，应道：我在山上崴了脚，碰到长林哥，他把我拉回来了。原来是英雄救美去了，你好好照顾他吧。徐长林说完就往屋子里走去。你跑山上来干嘛？你能跑山上，我为啥不能？好好跟你说话，你还怼人。周桂兰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之后，也就懒得和他多话了，这会儿也就开始做鹿肉。徐长林喝完水之后才从屋子里出来，周秋香就急忙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长林哥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下山找你爹娘来接你。长林哥，你不能送我下去吗？我爹娘年纪大了，这么折腾人多吃亏啊。那就喊你哥来背你。哪怕是个大老粗，徐长林还是知道女孩名声是重要的。刚刚在林子里，他还特意用树藤绑着一些小树做成筏子，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正在做饭的周桂兰对徐长林的反应很满意，决定晚上给他多几筷子肉吃。眼见着徐长林就要下山了，周秋香立刻喊了出来：你们就不能让我吃了饭再走吗？我都来堂姐家了，让我空着肚子回去？徐长林转头看了看周桂兰，这事儿呢还是得自己媳妇做主。来，等吃完饭再把她送回去吧。徐长林又转头回来了，周秋香想找他说话，就见他去了后面，拉了几棵树过来，开始劈柴。小奶包也跑过去帮着自己的爹抱柴火到灶边。周桂兰将香料放进锅里慢慢炖肉，不一会儿这肉的香味就弥漫了出来，让周秋香偷偷地咽了口水。他们家也有鹿肉，前2天娘还做了，可没有这么香。没想到她这个丑不拉几的堂姐还有这手艺，想着目光就忍不住往徐长林身上瞥。在看到他那张俊脸之后，小脸微红，又急忙低下了头。周桂兰可不知道自己老公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你来山上干啥？腿崴了还得我来背你？
不想来别来啊，我还不想你背我呢。周秋香也不是个好惹的，立刻就回嘴了。要不是爹逼着我来，我才不管你。三强也是火大，吃饭吃一半就被叫回来，他还饿着肚子呢。周秋香还想再骂回去，但是看到一旁站着的徐长林，身子一颤，急忙收了声，摆出一副柔弱的模样。长林哥，你瞅瞅我哥，不心疼我还骂我，我不让他背我了，你背我回去吧。这会儿周桂兰要是还看不出周秋香在打着徐长林的主意，她就不是周桂兰了，这是要当着他的面在勾搭他的男人呢。瞅瞅把他能耐的。哎呀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？你姐夫背你到底不是啥事儿，那被人瞅见了之后你咋说亲呢？周桂兰笑眯眯地回了一句，这个年代女孩名声可是大得很，这周秋香正是说亲的年纪，要是名声坏了就说不了亲事了。显然这句话让三强听进去了，他的声音都提高了。当我是死的，我不背你，难不成要妹夫背你？赶紧上来，我还得赶紧回去吃饭。说着，三强就蹲下来，背对着周秋香，哪怕再不情愿，这个时候周秋香还是只能爬到自己三哥的背上，被三哥背走了。周桂兰上下打量着徐长林，不错啊，很是招人喜欢嘛。说着就拿了木桶舀了锅里的水去帮小奶包洗澡。徐长林再次挠了挠头，凭男人的直觉，他的小媳妇儿这是生气了。为啥生气呀？今儿个还气了好几回。走上前，站在给小奶包洗澡的周桂兰面前，沉默许久才开口：我救了你堂妹。我看到了，这堂妹还对他有意思。周桂兰心中暗自琢磨，自己这才成亲几天，还对这男人没感情，还好是这个时候来桃花了，他撤退还来得及。徐长林再次沉默了，转身就去继续劈柴。既然自己小媳妇儿看到他救了他堂妹，大概也不会真的有气，今天晚上应该就能睡自己媳妇儿了。徐长林劈完柴，在外面冲了澡，再进屋子的时候，自己的小媳妇儿又睡着，他身上有火，翻来覆去，一直睡不好。大石村大伯家，周秋香坐在自己屋子的床上，跟自己娘说着在周桂兰家吃的饭，白米饭可香了，还有他家的鹿肉做的也比咱家的好吃。不能吧，那丫头早上还说要回娘家借粮食的。李秀英有些不相信，那丫头一家穷了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他们家接济，那几年闹干旱他们家就得饿死，这会儿能吃上白米饭？那还能有假？我可是吃了3大碗白米饭。娘，咱们村里有谁能有长林哥有那本事的？定是长林哥会打猎，整日里都是白米饭加了肉的。说着，周秋香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徐长林那张俊脸，她小脸就红了。李秀英还在想着自己闺女的话，没留意到自己闺女说的怕是真的，没瞧见那徐长林提亲的是一整头大野猪。他可是算了笔账，徐梅花少说能卖2-3两银子，回门里那叫一个厚啊，光他家就得7、8斤鹿肉了。可见徐长林是真的有本事的。这事儿啊，咱们还得再去瞅瞅。过2日你腿好了，咱娘俩找个由头过去看看。李秀英到底是老姜，这就拿定了主意，能再见到徐长林，周秋香哪能说不。第二天，周桂兰再起床时又没有看到徐长林，拿了篓子在山上扯了一些他认识的野菜，就剁了肉馅儿，和着面就带着小奶包包饺子。小奶包聪明，不一会儿就学会了，母子2个人包了快100个饺子才停下来。看了眼天色，都已经快中午了。周桂兰捡了50个饺子，放在一个用几个碗装着的背篓里，背着大背篓，带着小奶包回到了娘家。看到饺子，周老太的脸色就沉了下来。又乱花钱了是不是？不过年不过节的吃饺子，银子烫手，存不住。知道他又是在心疼银子了，周桂兰立刻就应了一句：家里的肉是现成的，再不吃就得坏了。白面呢也是徐长林买来成亲用的，这不是没吃完就弄了。白面不能放到过年吃，眼瞅着就入冬了，你们有存粮，我可告诉你，到时候可别哭着回来找我，咱们家可没有粮食借你。周老太还是虎着脸，以前怎么没瞧出自己这闺女这么不省心，一点都不会过日子，真是要气死她了。周桂兰也懒得跟这个娘多说了，观念不一样，说了也白说。她立刻转移话题：娘，衣服您做的怎么样了？你以为娘长了几双手啊？就给长林做了一件外衣，其他的慢慢做。还是娘能耐。那咱们接着给小天先做一身衣裳吧，徐长林有衣服穿。周桂兰说着摸了把小奶包的头，
这几天吃的好了，小奶包的脸色都好看了不少。我说的你都不听是不是？是你男人要紧还是后儿子要紧呢？当然是儿子要紧了。周桂兰立刻就回了一句：小奶包多可爱呀，他娘怎么就不喜欢呢？桂兰带着小奶包就回了家。徐长林已经回来了，这回他可是扛了一头大野猪回来。看到那头野猪，周桂兰都震惊了。这才几天呢，徐长林竟然又带回一头野猪。为了奖励徐长林，他将背篓里那件新衣服拿了出来，递给徐长林。徐长林接过衣服。中午，周桂兰将50个饺子全部都煮了，给小奶包盛了10个，给自己盛了15个，其余的全部都盛给徐长林。好吃，这鹿肉饺子真是好吃。明儿个一早我去镇上卖猪肉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家里好多东西都要置办。能跟自己的小媳妇儿一起出去，徐长林是没有什么意见，只是想到自己小媳妇儿花钱的能耐，他心里就有些慌。周桂兰自然是不知晓他男人心里的想法，但是想到明天要去镇上，他整个人都轻快了。对了，下午你给我娘挑几担柴过去，我娘在家帮咱们孵蛋，需要柴火。好。吃完饭，这才将屋子后头早就晒干的木头劈了，混了之后就往周家挑。路上遇到不少大石村的人，看到他都绕道走。这人可是听说杀过人的，不能惹。徐长林对这些倒是没什么感觉，往周家挑了好几担柴火，将周家的柴房都放满了。周老太嘴上不说，心中是满意的。她每次挑柴都得往周秋香家经过，秋香坐在床上，从窗户看到她来来回回的身影，一直偷偷地瞄着，最后忍不住喊了她娘过来看。李秀英也是瞪大了眼睛，这样的女婿也太好了，还给老周家挑柴，最后也忍不住了，跑到周家对着周老太太就是一阵夸。哎呦，还是弟妹你眼光好，你瞅瞅你选的女婿，人是1等1的好，有本事。我瞧着他就是个好的。哎呀，你家里这柴火够了，我家可还没柴呀。他们老少都在地里扒拉着，咱们家柴火烧没了也没人看着。哎，这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去上山挑柴呀。周老太太不是个笨的，这话的意思她当然是听出来了。她是打心眼里不喜欢自己这个大嫂，一点便宜都要占。可他大哥毕竟对他家照顾得多，也不能这么没良心。也没柴火了，就来我家拿一捆回去吧。这可不是李秀英想要的，可老太太都说了，她也不好再往下说。哎呀，就怕你们没柴火烧。李秀英说出去的话都带了刺。周老太当听不懂，乐呵呵的，哼，没了就让我儿子去山上砍呗。李秀英被气得回了家，顺带着抱走了一捆木柴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周桂兰一大早就背着小奶包去了周家，将还在睡觉的小奶包交给了老太太，跟老太太说了声要去镇上卖猪肉，就跑了。我们包个牛车吧，这么远，这猪得200-300斤，咱们弄不到镇上。我都是背着去镇上的，咱们不差那几文钱，听我的，包车。周桂兰那是一锤定音。徐长林想到上回自己小媳妇儿走到镇上累得不行，也就不再坚持，包了车，趁着天还没亮就匆匆往镇上走去。嘿呦，这么一头大野猪，得卖不少钱吧？老码头一路上和周桂兰闲聊着，至于徐长林，他还是害怕的，不敢说话呀。村里这么多年也没打到几头野猪，还是掉进陷阱里才能有的。就是打着了，也得村里3-4个壮劳力去抬起来，哪儿像徐长林呢？一个人都打了好几头野猪了。周桂兰心里头一个念头闪现，麻烦，我们就靠着我男人打猎挣点银子去换粮食，家里都没米下锅了，眼瞅着就要入冬，连东西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这个野猪够不够我们过这个冬天呢。唉，周桂兰说着还叹了口气。听到他说这话，老码头才想到，这徐长林就是一个没田地的猎户，就是再有本事那也没田地呀。一到冬天就不知道咋整，连个像样的屋子都没有，冬天还不得冻死人呢。这么想着，心里那点羡慕也就没有了。谁也不容易，你们自个儿盘算着过日子也还成。这么干巴巴的安慰了一句，周桂兰可是不停的倒苦水了。
说是家里不容易啦，徐长林天不亮就去打猎，晚上才回来，也就够一家子吃喝嚼用的。说的老码头都忍不住要为周桂兰一家子掬一把辛酸泪了。会好的，日子熬着熬着就好了。老码头安慰着。眼见洗脑成功了，周桂兰也就不再多说，只用一声长长的叹息结尾。至于徐长林，他全程就看着自己小媳妇哭穷，也不打断，想着自己小媳妇儿天天做的饭菜，要是被老码头知道了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不过半个时辰就到了镇上，徐长林拿出自己的大刀，就开始分解那头野猪。周桂兰在旁边帮忙扶着那头野猪，两人正热火朝天的弄着，就见一个白衣男人走了过来。哟，这是野猪肉。一听生意上门，周桂兰急忙起身，笑眯眯看向来人。是，很新鲜的，马上就处理好了，你也来点不？这男人手上还带着一把折扇，头发用玉簪子别着，笑眯眯的，一副儒雅的模样。他身后还跟着2个小伙计，手上都提着篮子，看来是个大单子呀。那白衣男人看到徐长林收拾野猪的刀法，暗暗吃惊，这人看着像是个练家子呀。先生，您要是买30斤以上，我们可以优惠。你为何知晓我会买很多？先生这一身行头，要么是大户人家的采买，要么是酒楼掌柜。相比之下，掌柜更有可能。为何？您身后呀，跟着2个伙计呢。白衣男子一愣，随即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是了，他怎么就将这个给忘了呢？这农村妇人也不一般呢。那你这野猪肉如何卖？当家的，这野猪肉怎么卖啊？一声当家的，让徐长林心情舒畅。30斤以下10文，30斤以上8文。说完，继续去分解自己的野猪肉。是不是贵了些？可惜徐长林头都不抬，完全不给他讲价的余地。周桂兰知晓徐长林的性子，立刻接过话来。先生，您是开酒楼的，野猪肉比家猪肉好吃，您心里门清。而且这野猪肉可不常见，买了回去做菜不会亏的。你说的不错，可若是我买50斤，又是什么价呢？这回周桂兰也不等徐长林说话了，那就给您7文1斤。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就是再降价，这个女人也不会降价了，而那个男人更是不会跟他降价了。那就给我来50斤吧。周桂兰应了一声，就拿了秤出来。徐长林手起刀落，切了好大一坨肉出来，一称竟然整整50斤，这也太准了，竟然1斤都不多。那白衣男子数了钱，递给周桂兰，这才对周桂兰道：我是天香楼掌柜白逸轩，若是下次有野味，可直接送去我们天香楼。这运气简直好到爆啊！一来就做了这么一大笔买卖。来，掌柜慢走啊，生意兴隆好啊，以后有机会多多合作。白逸轩也笑眯了眼。好。说完就带着自己的2个伙计去下一个地方买菜了。周桂兰按了按钱袋子，满足的不行啊，这就赚了350文啊！滚！哟，你们这肉卖的挺多的呀，咋的？卖肉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？周桂兰肉卖的好好的，客人就这么被赶走了，心里正有气呢。这人一开口就是来找麻烦的。你是哪位？我是这儿的张屠夫，不认识我就敢在这儿卖肉？张屠夫满脸横肉，看着就是一脸凶相，说话的功夫还将杀猪刀往周桂兰面前比划着。那寒光刺的周桂兰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，他就怕他手一抖挨着他了，那还不得疼死。徐长林冷冷抬起头，看着那把在自己小媳妇面前晃悠的杀猪刀，声音都带着寒气。把刀拿开。那张屠夫被徐长林的气势吓到了，可他看了一眼徐长林的体型，都还没他胖呢，自个儿咋的也不能怕他。想想这卖肉生意都是靠抢的，没有能耐就卖不上。他要是这会儿怂了，往后这地方就全都给这个男人卖肉了。我就不拿开，你能咋地？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是谁的地盘就来卖肉？信不信我砍你全家？周桂兰也忍不住皱眉，她是不信这刀真能落到自己身上，可是被人拿刀比划着，她心里就觉得憋屈。你的刀最好能拿稳点，要是碰到我一下，我让你牢底坐穿。哎呦，我好怕，那我就试试，砍你一刀能不能让我牢底坐穿？话音刚落，他就感觉肚子上一股大力袭来，他整个人就飞了出去，直到后背狠狠砸到一堵墙。一股巨力撞击之后，他闷哼一声，整个人就趴在了地上，浑身上下都是疼的。
他想爬起来，浑身就像是散了架，动不了。徐长林收回踢出去的腿，转头看向周桂兰，问道：媳妇儿，没事吧？周桂兰还处于震惊之中，被他这么一问话才惊醒，连连摇头：没事没事，这个男人简直太厉害了，就一脚就将那个张屠夫踢飞了，这还是人吗？难怪这么能打猎。周桂兰心底再次涌起一股崇拜，差点就要成为徐长林的小迷妹了。见自己媳妇没事，徐长林才对着震惊中的众人开口：继续卖肉。周桂兰他们卖完肉，看了眼天色，他也不准备多留了，大手一挥就准备收摊子了。接下来又到了周桂兰买的时候了，先是去买了锄头铁锹，接着就是大米，又来了50斤，白面再来20斤，再加上2斤白糖，还称了1斤糖果。看到有辣椒面卖，他更是激动的不行，急忙又是买了1斤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和徐长林一起回家。就这么一买东西，那就花了将近1两银子。今儿个卖猪肉的钱呢，花了7七8八，就剩下半两银子了。哎呀，钱真不经花呀！周桂兰看着徐长林背篓里的东西和自己又瘪下去的钱包，忍不住感叹一句。到了大石村，两人就直接去了他们娘家。一进屋子就撞见了周大海。周大海第一反应就是拍拍徐长林的肩膀：妹夫好样的，往后打猎也带我一个。前几次周桂兰过来，他大哥都去地里忙活了，难得遇到一次，结果大哥第一反应是跟徐长林闲聊。一进屋子就见老太太正在做衣裳，小奶包耷拉着脑袋乖乖地坐在一边。瞅见周桂兰过来之后，四肢并用抱住了周桂兰的腿。周老太太不乐意了：瞧你这意思，是我琢磨你了？娘，他还小呢。周桂兰说着就将小奶包抱坐下，伸手就去看那件衣裳。小时看老，以后就是个没良心的，你就宠着吧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说着一巴掌就将周桂兰的手打掉了。去，不让看就不让看。周桂兰坐到小奶包旁边，看着小奶包怯生生的模样，忍不住就亲了一口。这动作让老太太更是怒了：你不能生还是咋的？想亲自己的肚皮争点气？周桂兰拍了拍被吓到的小奶包的后背，让他不用怕，这才应道：娘，这也不是一下子的事儿，你急啥呀？再说他现在是我儿子。咋的，还学会跟我顶嘴了？这是嫁了人就怕认我这个娘了？以往不说还不觉得，这会儿说出来，他回想这几日的事情，越想越不对，一双小眼睛就盯着周桂兰，上下仔细打量着。糟了！周桂兰心中警铃大作，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哎呀，我怎么就忘了？想到这儿，她急忙摆手：娘，我咋敢不认你啊？这不是我都嫁人了，总不能还跟在家时一个性子吧？再说我都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了，性子哪能是一点不变的？娘，你这手艺没得说，你就知道找我帮你干活，赶紧自己学了，我还得给你哥找媳妇儿呢，哪能总帮你？娘，我想着来年养2头猪，你帮我留意留意，要是谁家有猪仔卖，你就跟我说一声啊。老太太在村里是很吃得开的，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她可都知道，跟她说呀那是最方便的。听着自己这闺女的话，老太太这眼神又提溜了：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还有钱买猪仔了？这不是听娘您的，我们家没有田地，就只能多养养鸡鸭的。周桂兰应了一句。听着这话，老太太一颗心也松了下来。这1个月，她可是帮着自己这闺女做了不少的衣裳，还有鞋子，就连铺盖都换了新的。自己家闺女家里可是养了10几只鸡了，日子呀是越过越好了。徐长林呢，咋的没跟着你来啊？他又进山了，我也没瞧着他。周桂兰说着，心中有些不得劲儿。这1个月，徐长林倒是经常往林子里钻，好似在躲着他。老太太一眼就瞧出他的心思，嘿了一声：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男人会干活还不乐意？这天都转凉了，他不多打东西，到天冷了你们喝西北风去。过了年呐，你哥就25了，就是老光棍了，娘是一定要给他说门亲事的。你攒点钱，到时候帮衬一下家里。那我得回去跟徐长林商量商量。对于这个大哥，他心里也是喜欢的。要是他成亲，手中的银子咋的他也得借些给他。可是这在外头总得给自己男人面子，这一点他可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着。别给我咧咧啊，这家是你做主，还跟我胡扯。那徐长林也是我男人呢。
我总得跟她说一声吧。老太太冷哼一声，到底没有多说。闺女这做的是对的，可要是她敢一文不见，到时候她就打断这小闺女的腿。周桂兰拍了拍自己的衣裳，一把将乖乖坐在一旁的小奶包抱了下来，跟老太太打了声招呼，背着背篓又往山上走。经过大伯家时，就看到周秋香坐在窗外张望着，见她身边没有某个男人的背影，脸上都是失望。长林哥没跟你一块来啊？哟呵，周秋香可是难得跟他说一句话呀。周桂兰笑眯眯道：啊，他去山上打猎了，说是想年前再给我做身新衣裳。周秋香脸色一变，随即啪的一声将窗户关上了。小样，还敢惦记我男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周桂兰也是忍不住惊呼，那血痕看着就疼。撞着3只熊瞎子。徐长林就是随口说了一句，就不在意，继续搓洗自己的身子。3只熊瞎，哪怕不是打猎的人，周桂兰也知道熊瞎子有多可怕，她竟然同时遇见3只，那情况得多凶险。熊瞎子是啥？小奶包疑惑地看着自个儿强大的爹，开口问道。猛兽。小奶包还是不明白，爹也打不过吗？爹逃了。回答的云淡风轻，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单单从那伤痕就明白当时的情况是有多危急。周桂兰心中不好受，又不知道该气谁，只能撒气一般的又塞了一块柴进灶眼里。等徐长林洗完澡，换上干净衣服之后，周桂兰的饭也做好了。一家子在时隔1个月之后，终于坐在一起吃了午饭。爹娘都在，小奶包吃饭都香甜了。徐长林扒了几口饭菜，才填饱了饿得空荡荡的肚子。还是小媳妇儿做的饭菜好吃。我们这几日就起房子吧。周桂兰手上动作一顿，有些不敢相信他说的话。起房子可不是随意就能起的。虽然之前他提议要起房子，可钱他们还没攒够呢。他手里这段日子买粮食买布，只剩下3两多银子了。你手里有银子？徐长林放下碗筷，起身去了床边，蹲下身子，在床底下捣鼓了一下，从里头掏出一个钱袋子，快步走了出来，交给周桂兰，这才坐下大口的扒着饭。从桌上拿起钱袋子，打开一看，周桂兰差点被闪瞎眼，这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碎银子。他不敢置信地看向徐长林，你咋有这么多银子？不会是去打劫了吧？徐长林在扒拉饭的空闲时回了一句，打猎得的。这1个多月他可没有吃到热乎饭菜，就在深山里折腾着，偶尔掏些蛋吃，晚上回来家里留的冷菜冷饭就扒拉着。周桂兰细细数了一遍，竟然有9两银子，再加上他这里的3两银子，那就是12两了。巨款啊！这个还真够建造了一个石头房子的。难道这1个月徐长林一直都在山里打猎，就是为了攒钱造新房子？周桂兰有些愧疚，往后别这么拼命了，不能让你们冻着。要是不行，咱们冬天多用炉子呗。周桂兰心里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，只是闷闷的来了一句。再想到徐长林背后的抓痕，她这心里更是不好受。若是他当时没逃走，是不是熊瞎子可是在林子碎里头？他遇到这么多熊瞎子，那肯定是进了深山了。以后不许再进深山了，听到没？看向他的小媳妇，他这是在关心他，心情莫名的就欢快了。好，见他应得这么随意，周桂兰心中不得劲儿，怕他没有放在心上，恶狠狠道：你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就带着小天改嫁，还要带着你拿命换来的钱给别的男人花，你儿子要叫别人爹。这句话果然是让徐长林皱起了眉头。我不许。哼，你命都没了，不许啥？谁打了一个死人？这话让徐长林心里更不舒坦了。我周桂兰说到做到，你前脚死，我后脚就带着儿子改嫁，不信你试试。周桂兰冷哼一声，哼，我一个21世纪的人还制服不了一个落后时代的男人了。小奶包茫然地看着自己生气的爹爹，再看看脸色不对的娘，心里不安。爹娘是生气了，是小天不乖吗？娘好像说要改嫁，是要离开这个家吗？想着想着，他眼眶就红了，看向周桂兰，委屈巴巴地问周桂兰：娘不要爹了吗？不要天天了吗？周桂兰手一颤，看过去就见小奶包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。哎呦，他的心呢，
简直要碎了。小天乖，娘没有这么说，娘不会离开小天的。你娘要带着你离开爹。小奶包眼眶更红了，憋着眼泪。周桂兰的心酸的不行，狠狠地瞪了徐长林一眼。这个男人太过分了，竟然利用小天，还要小天喊别的男人爹。小奶包小手抓着徐长林的衣角，憋着泪，声音哽咽：小天，不要离开爹。乖，咱们不离开爹啊。小天别哭，娘要心疼了。被足了午觉，周桂兰起床时，徐长林还是没醒。小奶包还想着中午的事情，对周桂兰是形影不离的。没办法，周桂兰只能带着她一起回了娘家。她进了屋子，就听到厨房的声音，带着小奶包进了厨房，一眼就看到老太太正在做饭。见到她，周老太太皱起了眉头：“你咋又回来了？”这要是别人听见她的话，肯定是觉得她这是嫌弃来人了。不过周桂兰是了解她这个娘的，反正她脸皮厚，无所谓。长林回来了，在屋子里睡着呢，这会儿还没醒。你一会儿啊，去后院扯点韭菜回去，给他炒个鸡蛋吃。他也该补补了，咋的也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。周桂兰也不拒绝，顺嘴就把自己想造新房子的事情跟周老太太说了。老太太听了之后暗自咂舌，这女婿还真能耐，竟然是能造房子了。不过这到底是大事儿，周老太太心里也高兴。这会儿啊，地里也没啥事儿了，到时候我让你哥去帮你，改明儿我去一趟你大伯家，让你几个堂哥去帮帮你们。我再瞅瞅啊，给你叫2个村子里的人。不等周桂兰开口，老太太就已经将这事儿都想好了。周桂兰放下心来，跟老太太说了，就带着小奶包回山上，顺手扯了一大把韭菜回去。饭差不多熟了的时候，周大海就回来了。吃着饭，周老太太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了。周大海也是咂舌：我这妹夫能打猎，可不比家里有田地的差。哎，总归是没田地的。周老太太心里挂着事儿。庄稼人都是在地里刨食，也就农闲了去打猎补贴补贴。光打猎总是不稳当的，也是个危险的事情。我妹子要是嫁了庄稼汉，咱们也不能3不5时的就沾沾肉腥啊。村子里，大伯周大山坐在炕上，对坐在旁边的大海道：你妹子这事儿我应下了，你堂哥啥时候都有功夫。一旁的李秀英脸色却是有些不好看了。这一造房子谁知晓多久，田地里的活都不用干了，找他们帮忙就拿了2颗白菜，也亏得他们说得出口。大海得了大伯的话，也就不多做，起身就走了。你咋啥事都答应？都是嫁出去的姑娘了，咋的还要咱们帮忙建房子？咋的也是咱们老周家的丫头，建房子是大事儿，就帮把手吧，他爹也不在了。李秀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就你那2个短命的弟弟都死了，咱家呀就帮着帮着。前几年自己都吃不饱了，你还要帮着他们2大家子，咱家可不宽裕，咋啥事儿你都要帮衬呢？那咋整？二山留下儿子闺女的，我能不管？小山也就留下这么一个弟妹，也没个后，我能不帮衬帮衬3弟妹？你就是有理，你就帮着你们家老周家，你怎么不帮衬我娘家呀？你瞅瞅你二弟家，他闺女都能造新屋子，那是有钱的，还要你帮衬？还有你那3弟妹整日里勾引男人，有的是男人养的，还要你送粮食？李秀英说起这事儿，那是一肚子的怨气。谁家都不容易，咋他家还有这么多拖油瓶？行了，别嚷嚷了。吃桂兰丫头送来的肉食，你咋不说？李秀英瞪大了双眼，这些年我们照顾他们这么多，送点汤给咱们不是应该的？要去帮忙你就自个儿去，我3个儿子就剩下2强跟3强了，咋说也不能累着。说着他就气冲冲出去了。周大山有气也发不出来，只能自己个儿生闷气。而屋子里静养的周秋香可是一一将这些话听见了，其他的他倒是没理会，就听着徐长林要造新屋子了。凭什么周桂兰能有这么好的男人？第2天一早去池塘洗衣服时，就见到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笑眯眯地问他是不是要造新房子了，还说自家男人到时候会去帮忙。周桂兰一一答应了，心中也高兴，回家晒了衣服。等一家子都吃完之后，徐长林才没再去睡觉，而是跟着周桂兰一块商量新房子的事情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知道自己小媳妇儿都已经将人请好了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：能干。周桂兰不想贪着虚名，我平日里都没怎么跟村里人来往，
这人都是我哥去请的。大舅子能干，这事儿提醒我了，往后咱们还是得跟村里人多多来往，要不这个时候都没有人能帮咱们一把。徐长林对这事儿是没有什么意见的，两人合计了一下新屋子的事情，接下来几天忙得晕头转向的，收拾屋子，规整东西。等约定好开工那一天，来山上的就只有周大山，加上周大海，还有2强3强。周老太太那是过来烧火的，至于村子里其他人，那是一个来的都没有。看着这几个人，一向脾气好的周大海脸色都不好看了。这些人不是答应的好好的，咋这会儿全部来了？他往日里可是去别家帮了不少工的，喊他们的时候一个个答应的都好好的，现在来打他脸了，这是欺负咱们的。周大山也是皱了眉头，我再去村里喊喊人，咱们几个要做到啥时候？算了，既然没来，那就说明他们是不想来。大伯，你别去了。那咋办？咱们就这几个人。周大海也是忧心，他们这几个人得忙到什么时候？我去把你几个姐夫都叫来。说着就要下山，这好好的事情变成这样，他也没脸。这会儿不来，那不是不给他儿子脸面？毕竟这事儿可是他儿子出去喊的。娘，不用那么麻烦，让我哥去附近的村子请人，我一天给10个铜板。周桂兰咬着牙，也是下了狠心了。众人一听都着急了。村里哪家建房子都是找人帮忙的，也就管3顿饭，谁家出钱找人建房子的？你家钱大水打来的呀！徐梅花也是着急了。周桂兰看了看在场的人，都是和她亲近的，就这么几个人，累死累活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建完房子，我们就建个2室的小房子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周桂兰想到自己兜里的钱，还是做了决定。原本她和徐长林是准备做院子，建2间大屋子的，若是要工钱，那定是做不下来了。没钱那就少做一点，够他们一下子过个冬就行。等来年他的养殖大业彻底建起来，再去做大屋子。就按他说的办吧，就按桂兰丫头的想法做。作为这里资历最老的人，他的话就是一锤定音了。周大海快速下山，去附近村子叫了人，其他几个男人开始挖土做规划。周桂兰带着小奶包和周老太太一起围着灶台收拾菜。这事儿啊，我看有人搞鬼。周桂兰也觉得事情不对头，哪儿就能有这么巧的？喊的10几家人咋全部来了？我来到这儿就只得罪了1家人。周老太太恨得牙痒痒，上回没打怕他，要再让我抓住由头啊，我就把钱大丫往死里打。看着老太太这股彪悍劲儿，周桂兰心中也舒服了不少。娘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左右我也不想和村里人多打交道，这回这样更好，也省得欠了人情，往后还得还。我们住山上，徐长林也是能打猎的，我们不愁吃喝，至于种粮食，山里有的是地方。老太太被自己小闺女这么一安抚，心中舒服多了。哎，也是啊，欠下的人情都是要还的，你就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得了。瞅你这小日子过得也不错了，养了这么多鸡和这鹌鹑，这羊啊养的也不错。那是，往后我要做一排的屋子，全部养满鸡鸭，气死那些眼红的。周桂兰斗志昂扬，这段时间光鸡蛋她都快攒了快20个了。自从吃了蚯蚓，他家鸡天天下蛋，个头也大，养那么多鸡也不怕被黄鼠狼叼走了。周老太太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也是担忧。这山里就这么一户人家，也不晓得会不会有野兽。要我说呀，你还是把屋子造进村里得了，咱们还能有个照应。老太太感叹了一句。这几天她也是劝了这小闺女了，奈何她这小闺女自打嫁了人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轴得很。这儿多好呀，也没人来，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，也不遭人惦记。周桂兰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，她就腻歪村子里那些事情，在山上正好。老太太也不多说其他的了。到了快中午，周桂兰吹了口哨，在附近觅食的鸡和鹌鹑就全都回来了。周桂兰拿了自己调配的鸡食撒在地上，老太太看着奇怪，走近了才发现自己闺女压根儿就没有给鸡喂食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里头咋还有土啊？娘，这是我自己配的鸡食，不用粮食，鸡长得还快，每天1个蛋。唬我，咋能有这好事儿？鸡还能不吃粮食下蛋？老太太那是一点都不信。庄稼人就指望着鸡屁股换钱买盐拖布家用的，老母鸡伺候的好了，哪儿能不换点银钱？她都活了50多了，也没听说过鸡不吃粮食的。我干啥唬你啊？你瞅瞅我家鸡长得是不是比别家好？周桂兰一点也不瞒着老太太，径直说了。老太太仔细瞅着这些吃得欢实的鸡，毛发油光水亮的，小鸡长得个头也大，
瞅着就好，心里也琢磨着自己小闺女的话。要真是不给粮食就能养鸡，那他得白挣多少鸡蛋，还愁他儿子娶不到媳妇儿。给我点儿，回头啊，我给咱家鸡也喂着试试。老太太到底还是有些不相信，可心里也不舍得就这么不管。周桂兰应了一声，喂完了鸡，给他们继续做饭。做的第一个菜就是干煸兔肉，看着他呼啦啦往锅里倒油，老太太那叫一个心疼啊，一直说少放点少放点。周桂兰嘴里应着，手可不停，气得老太太差点给他一巴掌。又见着他往锅里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又开始念：哎呀，做个兔子弄这么多戏法，5点盐煮了不就行了？对于自家小闺女的败家，老太太那是100个看不顺眼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要不怎么是我做的菜香呢？娘，你不也喜欢我做的菜吗？你放着老鼻子油能不香？这可是糟蹋东西哟！老太太脸上都心疼。可周桂兰拿着锅铲，她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。旁边干活的几个男人闻着这香味儿，纷纷看了过来。性子最急躁的三强扯着嗓子就问了：桂兰妹子，你做啥呢？咋这香？这怕不是做山珍海味哟。二强也抽了抽鼻子，咽了口口水，这香的味儿把他馋虫都勾起来了，他哪里还有力气做事儿？周大山瞪了2个儿子一眼：愣着干啥？赶紧干活！这饭菜太香了，我都饿了。三强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咽了口口水。周大山觉得自己这老脸都被这3个儿子丢尽了，就想着吃，不干活能有吃的，赶紧把这地儿弄完。娘，妹子，人我请来了。周大海的声音适时响了起来，众人看过去，就瞧见周大海爬山过来，后头跟着7、8个壮汉子。那些人走近了，也是闻到香味，纷纷耸动着鼻子，想多闻几下。他们可从来都没闻到这么香的味儿啊！吃起来得是啥滋味？越想，他们的口水就越往外冒。几个人连忙迎了上来。周桂兰笑着道：“你们先忙着，一会儿就能吃午饭了。”那几个壮实汉子一听快开饭了，心里也痛快，急忙应了一声，就去帮着打地基了。周老太太拉了一旁的周大海到一边，偷偷问他：“咋喊了这么多人过来呀？这一天得多少工钱？”这不是地里没活吗？我一说是1天10个铜板，他们呼啦啦就把我围住了，我也就一块带过来了。人多早点完嘛。周大海好脾气的应着：“那你就不会说8个铜板1天？这么多人来了，吃啥喝啥呀？”老太太训斥着自己这老实巴交的儿子，咋这时辰看着人多，咋就不会少说2个？那不是能给自己闺女省不少？周大海也是一愣，倒是没想到这一茬。哎呀，我徐梅花这么机灵的人，咋养出你这么个不会变通的玩意儿？还不是随了我爹。这话随了老太太的心，赶紧干活去，别让那些人偷懒。得了老太太的话，周大海屁颠屁颠的就跑了。等老太太回头一看，好嘛，就见周桂兰又死命的往锅里放油。他迈着小腿匆匆就走过去：“哎呀，我来！哎呀，我来做饭！”说着就要去抢周桂兰的锅铲。“哎，别，娘，你歇着，我自个儿做饭就成。”“哎呀，你不会做，我来。这么多人呢，得炒多少菜啊？你一边招呼着喝水去。”老太太往灶台中间挤，周桂兰拿着锅铲围着灶台打转，就是不把锅铲给老太太。徐长林抬头看去，就见自己小媳妇儿的动作，嘴角勾起一抹笑。小媳妇儿做啥都好看，推搡着都这么好看。旁边站着一个小包子，还以为2个人是在玩，拍着小手笑得开心。孩子莫不是个傻的吧？娘，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外孙。周桂兰不乐意了，他家小包子这么聪明，怎么能是个傻的呢？又不是你生的，咋就是我外孙了？我外孙多了去了，不差他一个。周桂兰也不跟他多话。到了中午吃饭，那些人围在桌子前，看着桌子上的干煸兔肉、红烧肉、大白馒头，还有鸡汤，外带其他的菜，他们都震惊了。他们就是大过年的，也没有这么好的饭菜呀。就是去地主家做帮工，也没有这么多的油水，更别说是肉了。吃饭。得了指令的众人纷纷拿起筷子，对准那些肉就夹了过去。吃进嘴里，味道好的让他们都舍不得吞下去。这个工作的就冲着这饭菜，他们都甘心帮忙啊。就是没有工钱，他们也得抢着做。见他们狼吞虎咽的，周老太太满脸的心疼。这都是钱呐，都是油啊！这败家娘们儿。吃完饭，众人都不休息，撸着膀子就开干了，热情高涨。山脚下，池塘边，几个女人一边洗着衣服，一边闲聊。“哎呀，听说桂兰他们家今儿造新屋子了，
也不知道谁下去帮工了。还能有谁呀？他自己兄弟呗。我当家是不去的，谁知道那个猎户会不会盯上我男人把他杀了？那我们哭都没地儿去。就是一个杀人犯就不该让他来我们山上住着。我听说呀，他在别的地方杀了好几个人才逃过来的。要不怎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？那桂兰也不是个好的，他呀可是硬生生把陈有栓的子孙根给弄废了。我听说呀，陈有栓都不是男人了。哎，你说他们哪来的银子造新屋子？怕不是杀人夺来的脏银子哟？我想也是。我听说之前呢是周桂兰勾引的陈有栓，到后来看着那个猎户年轻有本事，就把陈有栓踹了，也不知道跟陈有栓睡了没有。一群人越说越邪乎，到最后纷纷赌咒发誓，不跟那一家子有任何关系。这些事情周家人是不知道的。周大山家，周大山带着二强三强拿了6个馒头回来，李秀英惊得2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咋的还有馒头啊？娘，我们今儿吃的可好了，全是肉和大米饭呀！我才知道饭菜能那香的。三强到底脾气急些，着急就开口了。李秀英心里一惊，竟然还有肉！哎，徐梅花能那么大方？做了几十年妯娌了，她还能不知晓徐梅花？虽说面子情过得去，可她也是一个能不多拿1分就不多拿1分的人。关二婶啥事儿？这回是咱妹子桂兰造房子。二强也应了一句。刚说完话，他媳妇儿就冲了过来，将他手里的白面馒头抢走了，跟几个孩子分着吃了。吃的比咱们过年还好啊！说到这个，三强更高兴了，这会儿嘴里好似都有那股子香味儿。要是能有这吃的，就是让他干一辈子这事儿，他也乐意呀。几个在家里的女人和小孩也是瞪大了眼睛，听他们说着吃啥，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。你们咋的也不带点回来？老二媳妇不满了，他们咋能光顾着自个儿吃？这不是拿了白面馒头了？周大山眉头一皱，就应了话。对于这个老二媳妇，他是1万个不喜。老二媳妇田玉春也不说话了，只是嘴里口水直流。我们要不明儿个也去帮工吧？李秀英眼珠子一转，就出了主意。她之前也不知道桂兰能做这么好的伙食，要是知道，她就带着一大家子都去了。今儿个没去吃到好吃的，真的是亏大了。去帮忙，去吃肉！二强的3个儿子也急忙呼喊着，一听说有肉吃，再也不管那些了，就要去。周大山琢磨了一下，每日里要准备这么多人的吃食，桂兰和他娘2个人也弄不回来，让自家老婆子去帮帮忙也是好的。你们几个大人去，秋香留在屋里带3个孩子。被点名的周秋香头一偏，我也要去，她才不喜欢自己这3个侄子，脏死了，而且有肉吃，她也要吃肉。老子的话你也不听了。周大山被这么落面子，心里一股火气在涌。李秀英怕自个儿闺女受气，哎呀，都去都去，这么好的事儿哪能不去帮忙呢？自个儿的老妻开口，周大山默不作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随即背了背篓，想着再进镇上一趟。徐长林见状，放下斧头，就要和他一起去。你就在家歇着，一会儿天亮了又得干活了。不放心你，一大早的就撩我。周桂兰心里默默念叨一句，可还是开心的，不忍辜负他的好意。周桂兰也就同意了。昨儿个我把家里的肉菜都做了，往后得每天去镇上买了。说完，眼睛不时地往他脸上瞥，就想瞅瞅他的反应。徐长林依旧是一张面瘫脸，你做主，一点挑战都没有。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话题，就被他给终结了。你辛苦1个月，结果只能做个小屋子，气不？不气。我给他们开工钱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应该的。我想着等房子建好了之后，也按照1天10文钱结算给我几个堂哥和大伯，我哥就不用了。好。周桂兰觉着自己已经没有话和这个男人说了，啥都好，啥都可以，连吵架都吵不起来。昨个他就已经想好了这个事情，不过当时没有和徐长林说，也就没有私底下做主。不过大伯他们的工钱还是要给的，怎么也不能让他们吃亏。在另外一边就已经瞧见有个屠夫在卖肉了。周桂兰走过去问价钱，那屠夫是个圆脸，笑起来和善不少。肥肉12铜板1斤，瘦肉10个铜板1斤。这个价倒是实价了。那肥肉6斤我给你60文，瘦肉5斤我给你40文，一共100文，怎么样？周桂兰砍价那是驾轻就熟了。圆脸客户这才发现这是个大客户，心里琢磨了一下，点了头。好，往后要多多照顾我的生意啊。周桂兰指着猪骨头又问了价，3文1斤，她觉着便宜，立刻来了5斤。这猪下水呢？那圆脸屠户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道：这些都是卖给狗吃的，你要
10个铜板就全拿走吧。所有的猪下水才10个铜板，简直就是赚翻了好吗？好，真全要？你家里养了多少条狗？一听他这话，周桂兰脸僵住了。这个时候说是买给人吃的多不合适。周桂兰他们回到村子时，天色已经亮了。周老太太和周大海已经过来，见他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，老太太心里呀，那是疼得不要不要的。哎呀，你说说你买这么多肉干啥呀？你男人赚钱容易？周老太太简直就想揍自个儿闺女一顿了。周桂兰立刻抓了徐长林的胳膊，这也是他的意思，是吧？说着就抬起头，笑眯眯地看着徐长林，看着他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，徐长林只觉得好看，嘴里也应了。老太太一口气不上不下的，气得她转身就走，仗着女婿好说话，她就天不怕地不怕了。有她哭的时候，她虎着一张脸就去煮粥，手边突然有了一袋子白面，她抬头就看见自个儿小闺女笑眯眯地看着她。娘，早饭就吃白面馒头吧。周老太太气得抬手去打周桂兰，周桂兰脖子一缩就躲了过去，还敢躲？老太太也不管啥了，迈着小脚就要打周桂兰。周桂兰急忙躲到徐长林身后，躲着老太太。娘，你干啥打我呀？我做错啥了？周桂兰喊冤了，就是他娘也不能无缘无故打人呢。老太太一口老牙都要被他咬掉了，才不打你，你就要上天了，败家玩意儿！我看你是吃了2天饱饭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长林，让开！今儿我就要打死这丫头！这口气从昨儿个就憋着了，经过一晚上那更是大了。这败家娘们还敢让他大早上蒸白面馒头，打不死他。徐长林一把按住抓着他腰间衣服的小女人，将她提到老太太面前。这个男人竟然敢这么对我！周桂兰简直要被徐长林气死了，竟然抓着他让老太太打，心里憋着气。周桂兰闭上眼睛，缩着脖子，等着巴掌砸下来。啪的一声响，意料之外的巴掌并没有打在他身上。他偷偷睁开眼，就看见徐长林的胳膊护住了他。长林啊，你干啥呀？娘，你年纪大了，不能跑，摔着了咋整？桂兰是我媳妇儿，家里她做主。徐长林一口气说了不少话，就算是解释了。周桂兰一怔，这男人是在解释，他是怕老太太摔着出事儿，还有他是他媳妇儿，那是不是就是说他想咋用家里的钱就咋用？要是老太太心里不舒坦，他就代替她被打。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，暖乎乎的。你们大早上的在干啥呢？一个女人的声音打破了周桂兰的思绪。她转头看去，就见一大帮子人过来了，说话的就是她的大娘李秀英。老太太刚才也是被徐长林的动作给惊到了，这会儿子也反应过来，看着这么多人过来，立马就变了脸。大哥大嫂来了，这不是正商量早饭吃啥吗？煮大碴粥吧，管饱好干活。李秀英眼珠子一转，就笑呵呵地应了话头。大碴粥也行，就怕一会儿干活没力气。他可是来吃好的，过来一趟还吃大碴粥。身后的老二媳妇田玉春不乐意了，造房子可是大事儿，早饭也得吃饱了吃好了才能干活，就吃大碴粥哪行啊？昨儿个不是做了馒头吗？早饭也吃那个呗。想到昨天晚上分到的那个馒头，他咂巴了一下嘴，还想吃。他3个儿子也是急忙的喊着要吃馒头。周老太太的脸色有一瞬间僵硬，都这么说了，他哪能还说啥？周大山眉头都皱了起来，刚想开口，就听周桂兰说话了：那成，早饭就吃馒头。3个脏兮兮的孩子都跳了起来，撒欢儿一般的跑了起来。走在最后面的周秋香，一双含水的眸子就定在了徐长林身上。长林哥真有本事，这么快就造房子了。哎呀，弟妹呀，馒头就咱们2个做了，让他们都忙别的事儿吧，得趁早了，馒头还得发面呢。周老太太无法，只能勉强的笑了笑，跟着李秀英一块往灶台去了。周桂兰几步走过去，拉着小奶包的手，对田玉春说道：嫂子先坐会儿歇息歇息，能不干活田玉春可巴不得呢。那成，那你就自己弄吧。哎呀，我这一大早起来呀，走着远的路也是累了。说着就自己个儿去了屋子里，拿了一个凳子，一屁股坐在了门口。周桂兰也不理会，就去给小奶包梳洗了。徐长林带着男人们就已经开始干活了。3个小男孩围着灶台笑着跳着，等周桂兰将小奶包收拾好了，拍了拍他的头，让他自个儿去玩。做完这些，他回来就见周秋英端着一杯水
递给徐长林。长林哥，喝水。情景怎么不对劲儿呢？在他的记忆里，周秋香可是不会跟一个人亲近的。徐长林许是渴了，接过碗，咕噜咕噜的就喝了，随即将碗还给周秋香，道了句谢。周桂兰挑了挑眉，哟呵，感情这男人还来者不拒呢。周秋香接过空碗，看向徐长林的目光更是柔情。看着这一幕，周桂兰心里隐隐升腾起一股怒火，来不及分辨这是什么情绪，旁边的三强就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你这丫头也给我端一碗水啊，没瞅见你三哥我也渴了。周秋香恨得牙痒痒，想回嘴又怕人家瞧出啥了，只能冷哼一声去倒水。周桂兰只觉得心里痛快，都想给三强竖大拇指了。娘！小奶包见自己娘一直站着不动，疑惑地喊了一声，周桂兰这才回过神，急忙练了情绪：小天乖乖在这坐着，娘去给天天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小天会听话的，小天不动。摸了摸他的头，周桂兰这才往灶台走过去，往锅里加了水，开始煮粥。这馒头还得发面，要不少功夫，她可以提前将粥煮了。盖上锅盖，就听到了小奶包的哭声。周桂兰心里一紧，转身就见着那三个脏兮兮的男孩子抓着小奶包就往他嘴里塞什么，而田玉春就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。他心慌了，快步冲过去，一把抓住柱子的手，拉出来一看，就见他手里拿着大拇指粗的蜈蚣。你干啥？周桂兰心里着急，一把将柱子的手甩开，那蜈蚣快速的就爬了。小奶包眼珠子往下掉，被吓得不轻。见他这模样，周桂兰心疼的不行，还一阵后怕。我们跟他玩呢，玩也不能这么玩的，我们都是这么玩的。6、7岁的二柱也是不在乎的应了一句，弟弟太哭了。4、5岁的三柱也是不在乎的应了一句。这三个熊孩子竟然一个比一个理直气壮。他才3岁，你们这样他要是病了怎么办？几个孩子都是别过头，不搭理周桂兰，脸上全然不在意。一旁的田玉春见自己儿子被周桂兰说了这么几句，心中也不舒坦了。他们就是几个孩子，跟小弟弟玩咋了？瞧你这要吃人的样子，这儿做给谁看呢？周桂兰简直是要被自己这个堂嫂给气笑了。要说三个小孩子还小不懂事儿，可他一个大人也不阻止，看得还这么高兴。这人是怎么做娘的？玉春嫂子，要是别的事情我也不会生这么大火气，可是我们家小天要是把这蜈蚣推下去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在呢。你就护着你便宜儿子是不是？他们还是你侄子呢。一声便宜儿子让小奶包的眼珠子掉得更快了。他知道他不是娘的孩子，可他喜欢娘，他想当娘的孩子。周桂兰的心都在颤，这人有没有脑子？咋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这种话？这是咋啦？好好的吵吵啥呀？李秀英走了过来，瞪了自己这儿媳妇一眼，语气也不太好。孩子们闹着玩呢，这小的可不就哭了？桂兰妹妹就嚷嚷开了，闹着玩也得知道明理，有拿着蜈蚣往孩子肚子里塞的。周桂兰也是真的气着了，语气里全是怒气。周老太太脸色更加难看几分，大嫂这几个孙子是真的该好好管教管教了。你干啥吃的？坐在这儿就瞅不见，不知道拦着。李秀英也是觉得面上无光，对着自个儿的儿媳妇就喊了一句，要是真的弄出人命咋整？让他孙子偿命？这个儿媳妇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整日里好吃懒做，三个孩子都带不好。田玉春不服气，都是几个孩子的事儿，咋就闹腾个没完了？到底是自个儿婆婆开口了，她也怕闹腾狠了，不能在这里吃好的，只能憋着不开口。兰呐，他们都是孩子，不懂事儿，你多担待担待啊，回头大娘教训他们。孩子也没事儿，你就甭多想了，咱们还得干活呢。周桂兰心里再不好受，也不能真的跟几个还不到10岁的孩子闹腾。大娘开口了，这件事情也就过了。孩子被吓着，我先带回屋子里安抚安抚，别吓出病来了。这么点事情还能吓出病来？你不会是看不上我们帮忙，想我们走吧？事情本来都要完了，他来这么一句，这不是让事儿不能结束？周桂兰强压下心底的火气，扯了扯嘴角，眼睛里却是没有一丝笑意。你说的我们是指谁？周秋香还想应话，就被李秀英扯了扯衣袖，她气得一跺脚就跑开了。倒了一大锅水装进桶里，给干活的人喝过之后，周桂兰就背着那些肉和猪下水，抱着一盘衣裳，就要带着小奶包去洗衣裳。周老太太跟她一起下山，这回周桂兰没有去池塘，而是到了山下一条河边，就蹲了下来，
让老太太洗衣裳，他则拿了大肠，就抓了一把盐巴开始搓洗。你洗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浪费盐，这些可吃不得，买了浪费。不得周桂兰回应，小奶包就开口了：“好吃。”说着还吞了口口水。瞧着他这小模样，周桂兰一早上的抑郁顿时烟消云散了。上回野猪的猪下水被他收拾好了做了，小奶包吃的可欢快了。这都1个月了还记得呢，这能吃？一股臭味儿，就咱们那几年饿得快死了，也没想着吃这玩意儿。当然了，主要原因是当时没钱买。周桂兰笑眯眯应道：“那是你们不会做，等中午我做了，保证好吃。你还能做饭比我好吃？”那当然啦。周桂兰这话是毫不犹豫。周老太太被噎住，想到昨儿个吃的自己小姑娘做的菜，只能闷闷地应了一句：“像你那么作贱油盐，谁做的菜不好吃啊？”对于老太太这话，周桂兰不置可否。做饭可是门艺术，不是谁都能做得好吃的。哪怕是同样的食材，做出来的味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两人搓洗了一会儿，老太太还是开口了：“你那个玉春嫂子呀，是个不懂事儿的，你看紧孩子。她好吃懒做的，你大娘也管不住她。”周桂兰了一声，就是找麻烦呐，也得背着点人。你这么当面跟她闹腾，让你二强哥咋想啊？周桂兰猛地回头看向老太太，就见老太太还在搓衣裳，好像刚刚的话不是她说的一般，这是在教她咋收拾人呢。她娘果然威武，真笨。那还不是你生的？那你咋不学我点好啊？嘿，这不是还得娘你好好教我吗？周桂兰笑眯眯地应了一句。完了，她好像越来越喜欢老太太了。她一定要好好赚钱，让老太太晚年吃好的喝好的。等母女俩洗完了回去，就见周秋香又给徐长林送水了。周桂兰冷冷地盯着，要是徐长林敢喝，她就正想着徐长林竟然接过那个碗，一口就喝光了碗里的水，还将碗递给了周秋香，顺嘴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谢你个大头鬼！没瞅见那个女人恨不得将他吃了，这个蠢男人。徐长林感觉似乎有人在看着他，顺着感觉看去，就对上了自己的小媳妇儿，这就是别人说的对他暗送秋波。想着心里就异常的满足，他往上翘了一点嘴角，露出一抹他自认的笑意。可惜隔太远的周桂兰没看出来，在他眼里，徐长林正做贼心虚的看着他呢。扭头也再不看徐长林。老太太可没在意这些，她心里正琢磨着怎么教导自己闺女要节省呢。站在徐长林旁边的周秋香可是见到他的笑，顿时心里小鹿乱撞。长林哥对我笑了，难不成他也是喜欢我的？也对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长林哥是该喜欢我的。你咋总给长林递水？没瞅见我们几个也渴了？他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了，这妹子就站着不动，可急死他了。这么好的气氛就被他这三哥打断了，周秋香简直气不打一处来。就来了。周桂兰将衣服都晾晒好了，再拿了猪大肠在灶台边切。周秋香气呼呼地将水桶提了过来，瞅见周桂兰在切的东西，闻着那个味儿，眉头直皱。这什么呀？猪大肠？你就给我们吃这么下贱的东西？周秋香惊呼出声，这一嗓子下去，就连在附近干活的男人们也都转头看了过来。一旁摘菜的李秀英也拍了拍手，往这边走。田玉春紧跟其后。咋了这是？隔着大老远，李秀英就问话了。周秋香几步跑到李秀英旁边，一把抓住她胳膊，手指着周桂兰：“娘，他竟然让咱们吃猪大肠，那是人吃的吗？”一听是猪大肠，李秀英脸色也一变，加快了脚步走过去，就闻着一股味儿。她再一看，哟，自己这侄女手一下没停，就搁那儿切着呢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咋吃啊？我们可是来帮着干活的，你咋能弄猪大肠给我们吃啊？他可是过来吃好的，像是昨个的鸡汤、大肉块、白面馒头的，难不成是昨个把好的都吃光了，往后就吃这些下贱难吃的东西了？想到这儿他就后悔了，还不如在家里偷懒呢。周桂兰手上动作不停，语气也不带一丝起伏。不想吃可以不吃，谁让他们来帮忙了？想来帮忙，昨个怎么不来？一大早就没个消停的时候。你怎么说话的呀？我们还不是来帮你忙的，到这会儿都没歇着，你就没个好脸色的。周秋香逮着话头就刺周桂兰，他就是要让长林哥瞅瞅他的媳妇有多不好。至于周大山，他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。那是自个儿侄女，能帮着省点就是点，自个儿这婆娘咋这么不懂事？还有秋香，真的是她没教好。
周桂兰将切好的大肠放进一个碗里。我说了，你不吃捉大肠可以不吃，没有人逼着你。要是你觉得累着你了，我谢谢你，你回去歇着吧。周秋香被说的接不下话，气得抓住了李秀英的胳膊。娘，你瞅瞅他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就是啊，桂兰，我们可都是来帮你忙的，你这是寒我们心呢。我们这卖力干活的，你也不给我们吃点好的，谁有力气干活啊？田玉春是100个不乐意，他在自个儿屋里都没有在这儿来。周桂兰简直是要被他们3个女人气笑了，这是咋啦？周老太太迈着腿跑了过来，她就去给羊换了个地儿，咋的就又闹腾上了？田玉春急忙就把事情3两句说了。周老太听了直皱眉，哎呀，这不就是一个菜的事儿，你们吃别的菜不就成了？说的简单，他用大肠做了个菜，大伙儿都去吃别的菜，那能够吃饱？弟妹这是帮着桂兰了，这话可就带了挟持的意味了。乔大嫂说的，我这不是在理？这东西都花了钱买了，也不能作践了不是？等做好了你们不想吃，我和桂兰吃它。3人都没说话，可这心里的气怎么都下不去。哪有把大肠往菜桌上端的呀？那咱们怎么能吃得下去啊？田玉春还在纠缠着，那我就把大肠放在灶台上，谁想吃的就在这儿夹，成不？周桂兰强行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硬话道。哪怕再不甘心，田玉春也只能不说话了，只是心里默默想着，若是他没吃饱，那就再闹腾。左右他和他男人都在这儿帮忙呢，周桂兰还不求着他。周秋香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李秀英眼睛瞪得老大，弟妹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好歹我是她大娘，就这么跟我说话的，你还是好好教教。大娘，我都嫁人了，我娘可管不了我了，倒是您该好好琢磨琢磨秋香了。少说2句能成哑巴不？周老太太狠狠瞪他一眼，这才转头安抚李秀英。哎呀，大嫂咋跟个小辈计较？回头我好好说说她，您就去一旁歇着吧。你们忙着吧。周桂兰才不管他们，继续做自己的大肠。这丫头咋这么倔呀？到底是你长辈，你咋说话的？不找我麻烦，她就是我的好大娘。要是继续这么闹腾，她可不怕撕破脸。下回啊，放机灵些，别让人抓着你话头了。老太太又教训了周桂兰一遍。娘，我晓得了，今儿个我可是对秋香对大娘没说重话，她也挑不出啥理来。把你能的，赶紧做饭，咋的也不能让大伙饿肚子。老太太一句话就结束了这个事儿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3个女人就坐在墙角歇着，就没起身过。周桂兰和老太太在这边忙着做饭，拉了家常。等食材都处理好之后，汤也熬好了之后，周桂兰就大显身手了。桂兰那死丫头做啥呢？她真香。帮忙烧火的老太太皱了眉，瞎当功夫，就一个菜你要弄个把时辰，一天天的光做饭去了。老太太是苦水里泡着的，只要有吃的就成，连吃饱都办不到，哪有这么多调料慢慢做？咱们这会儿可不就是没日里做饭吗？周桂兰看着锅里的红烧肉，应了一句。一旁的小奶包巴巴地看着锅里的肉，小小的嘴抿着，却是香味太浓了。早不知道跑哪儿去的3个娃娃也跑了过来，围着灶台就转悠。要吃肉，桂兰姑，我们要吃肉！3个孩子嚷嚷起来。周桂兰脸一板，想吃肉可以，你们得乖乖听话，你们去凳子上乖乖坐着，一会儿开饭了大家一起吃饭。一听说有吃的，几个孩子急忙点头，都跑去了屋角，乖乖坐好了。等汁收干了，周桂兰将肉盛进一个大木碗里，做完这些，她又开始煮大肠。等大肠煮熟了，下油盐，将大肠倒入翻炒至金黄，下辣椒面，各种香料，加酒，继续翻炒，香味四溢。这回的香味可是比之前的红烧肉更重。等周桂兰做完饭，已经是中午了，大家在屋子外头围着那个木桌子坐下，菜摆满了整张桌子，萝卜骨头汤、红烧肉、肉丝炒包菜、蛋饼、蛋羹、红烧冬瓜等等，这些全都是用大盆装的。看到这么一大盆红烧肉，那些人都惊着了。这么多肉得多少钱呢？大家吃饭吧。那些干活的人肚子早就饿了，只是这主人家都没动筷子，他们也不好意思先开始。田玉春可是不管这些，拿了筷子就伸进了那一大盆红烧肉，一筷子夹了2、3块肉，就往自己碗里放。在这个年代，只有男人能坐在桌子上，女人和小孩是不能上桌的，所以他们都是端着碗筷站在旁边的。大家都没动筷子，你们咋吃上了？去后头等着。你们也吃不就得了？田玉春毫不在意地应了一句。周大海见自己大伯脸色越发阴沉，急忙打了圆场。都1个上午了，大家都饿了，都吃吧，
咱们也不讲究那些个规矩了。其他人也笑着附和。是，都饿了。这好的饭菜，咱们赶紧吃。这么一打岔，大家也都动了筷子。这上头全是肉菜呀，还有汤。大家一开始还能忍着，吃了几口之后，那吃饭的速度都加快了起来，再也顾不上说话了，嘴里都塞满了吃的。李秀英和周秋香一吃起来也停不下来了，也就顾不上想周桂兰的不好。倒是徐长林张望了一下，就见自己的小媳妇儿和丈母娘带着小奶包围着灶台正吃着饭，他也不坐着了，端着自己的饭碗走了过去，就见几人围着一盆爆炒大肠和一碗猪肝糊糊吃着，小奶包脸上都是满足。徐长林也伸手夹了一筷子肥肠放进嘴里，尝了一口，好吃，比红烧肉还好吃。来，长林喝口糊糊。徐长林急忙接了，道了谢就尝了一口，好吃，比他以往吃的那些名厨做的饭菜还好吃。周桂兰对自己这些饭菜也满意，只是可惜没有酱油，以后啊得去别处瞅瞅有没有卖酱油的。你这是啥糊糊啊？这糊糊简直就是太对他胃口了，他不用嚼，又好吃也下饭。这就是地瓜粉和着骨头汤做的，里面放了一点猪肝末。周桂兰倒是丝毫不藏私，就跟老太太说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下贱的猪下水这么好吃，一会儿留点给你大哥，让他也尝尝。我晓得了。只能说李秀英他们不识货呀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都不吃。好吃。那当然，周桂兰傲娇了，他做的菜能不好吃？这男人娶到她就是有口福，我咋不晓得你会做这些吃的呀？老太太突然想到啥，皱着眉头问周桂兰，这闺女可一直老实巴交的，现在咋这么多花花肠子，还会做这些个好吃的？以往在家可没见她做过。糟了，周桂兰心一紧，就见老太太眼光里都是怀疑。徐长林见到老太太这话，也看向自己小媳妇儿，他就觉得他这小媳妇儿不太对劲儿。那家里还不是被你压着，啥也不让用，嫁人了那不是我自己个儿当家了，还不是由着我性子来。周桂兰梗着脖子回答的理直气壮。感情你说我抠门儿，像你这么做菜呀，一年得费多少油啊？那还不是吃进肚子里了，身体养好不就能赚更多钱了？周桂兰见他的注意力被他带跑了，这才心里偷偷的松了一口气。这老太太可不好对付了，编个师傅啥的，那他肯定得追问到底，到时候就露馅了。嘿，你还有理啦？这些个油盐都被你霍霍了，看你冬天咋整，喝西北风去。要不是女婿在这儿，他就要收拾这个跟他吵吵的闺女了。周桂兰不在意道，我会再挣，保证饿不死。媳妇儿能干。得，正主开口了，他还能说啥？哎呀，你就让这败家老娘们霍霍吧。老太太说完就开始扒起了饭菜，这就他们几个人吃，要是吃不完，那就糟蹋了这好吃的饭菜了。被维护了，周桂兰心中美滋滋的。几个人站在这边吃，那头有人瞧见了，扯着脖子就喊了一句：你们来吃肉啊，躲在那儿吃啥呢？吃好吃的，感情你们还躲着吃更好的东西啊。其中一人开着玩笑，心中是不相信的，这都是大块的肉了，还有啥能比肉好吃？周大海心中琢磨着，他们是不是怕饭菜不够，就跟着娘一块在吃糠腌菜。把菜端过来吃吧，哪有在灶台围着吃的？大哥呀，这是猪下水，我们就不端到桌子上了。吃得正香的一人忍不住惊呼：猪下水能这好吃？这东西有人觉得下贱，我们就自己个儿吃了，你们还是去吃肉吧。周桂兰倒是觉得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，笑着对围着灶台的人说道，毕竟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就是喂狗的，很低贱，他也怕这些人觉得他是拿这些东西应付他们。周三强也忍不住凑过来，吃了之后就对着桌子那边的人开口：快来吃，这味道太好了。之前就犹豫的人这会儿也都坐不住了，连周大山都站了起来走了过来。桌子那边就剩下李秀英、田玉春和周秋香几个人了。这些人傻了吧？就那猪下水能有红烧肉好吃？田玉春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，继续夹了一筷子红烧肉。就这么一会儿，那些男人都跑光了，他们三个人也就在桌前坐了下来。出乎周桂兰意料的是，那猪大肠征服了所有尝过它的人，不一会儿那一盆猪大肠就被吃光了，还把那糊糊都吃光了，这才各自回到桌子上继续吃红烧肉。等大家都吃完了，这回周大山和李秀英吩咐，要么干活，要么回去，别坐着像个太婆等着人伺候，还白吃白喝的。李秀英没法子，只能带着另外2个女人开始帮着收拾碗筷。下午很快就过完了，
几个孩子因为惦记着吃肥肠，也没有之前那么调皮捣蛋，倒是自个玩起自个儿的。等到晚上，饭菜还是和中午差不多，只是没了肥肠和猪肝，那些人都咂巴嘴。小嫂子，明儿个你就做那猪下水吧，那可比肉还好吃。就是，我都惦记一下午了。你也甭备这多肉了，多弄些猪下水我们吃吧。对于这个情况，周桂兰也没料想到。好，明儿个我多买些猪下水回来。一旁的周秋香瘪了嘴，不就是为了省点买肉的钱吗？小丫头可甭这么说啊，肉是好吃，可那猪下水还是更好吃的。刚刚说话的那个年纪稍小的男人，抢在周桂兰开口之前就应了声。周秋香没想到男人们都会帮着周桂兰，气得眼眶都红了。她可是大石村的村花，从小就被男人捧着，可现在那些男人都捧着周桂兰了，这让她咋能高兴？不过她这脾气可没人在意。大家边吃着还边回味着中午的吃食，听着他们一言一语夸着，田玉春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，也暗暗后悔中午没去尝尝。至于李秀英，那也是脸上没有好脸色。徐长林听着大家夸他小媳妇儿，面上没有变化，心中却是乐开了花。他媳妇儿就是好的，哪儿都是好的。旁边一个男人感叹一句：要是能娶到小嫂子这么好的女人，那可是8辈子的福分了。这话被徐长林听在耳朵里，一种危机感就涌了上来。小媳妇儿的好被人发现了，这人竟然是在肖想他的小媳妇儿。不行，不能让小媳妇儿跟别的男人跑了。吃完饭，周桂兰再次给那些男人发了工钱。李秀英见自己家没有，脸色就不好看了。可当着自家男人，她也不敢太多话，就是心里觉着周桂兰不会做事，到发钱那就应该让她大伯拿大头。等那些人都走了，他们收了夜之后，周桂兰洗得香喷喷的。回屋子的时候，就见徐长林已经躺在床上了，小奶包被他放到了靠墙的位置睡着。周桂兰眸光微闪，脱了鞋子上床之后，就将小奶包抱了起来。徐长林皱起了眉头，让他睡里头，我们要洞房。洞房？咋的就要洞房了？我不同意。欧大山家，李秀英坐在炕上就开口了：桂兰这是有不少银子呀，真大方，能买这么多肉。想想白天吃的那些饭菜，她这会儿都在流口水。他能赚啥钱呢？肯定是长林哥赚的。那边的田玉春吸了吸口水，菜也好吃，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。二强看着自个儿媳妇儿这个样子，心中不是滋味。这婆娘啊，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明儿个你就搁家里，不许再去桂兰家了。凭啥呀？你去帮忙，我也是去帮忙的，咋就不能去了？田玉春嚷嚷着，他还想吃那好吃的饭菜呢。二强两只拳头捏得咯咯响。你忙啥了？就坐着等吃的，真是丢人。田玉春心虚，眼珠子乱转。他也怕二强，可是要他不吃那些好东西，他哪能忍得住啊？等明儿个二强走了，他再跟去。能在外头吃，干啥要浪费自家的粮食呢？李秀英打圆场：二强啊，你咋这说话呢？咱们是帮着做菜了，你媳妇儿也是看着桂兰是你堂妹的关系才去帮忙的，别家她也不会去。好啦，赶紧歇着，明儿个再去。明儿个除了我们3个老爷们儿，谁也不准去。你们不去，他们还能省点粮食。周大山不满李秀英的话，我们也不是去白吃白喝。李秀英还想辩驳，就被周大山打断了。你们不去，人家娘俩也做出了3餐。明儿个谁去了，就别想进我周家的大门，都回去睡觉。周大山这话一出，也没有人敢多话了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天，安安静静的，没人闹腾了，滋润极了。村里其他人家倒是知道周桂兰家的事情，水塘边大家洗衣服的时候就议论开了。听说他们家每天10个铜板从隔壁村请的劳动力呢。10个铜板那可不老少了，就是去镇上当长工，一天也就是这个数。那长工还找不到，有这钱干啥不请咱们村里的人呢？白白便宜别的村儿，真是。白叶子听着他们的话就觉得有些刺耳，忍不住道：那还不是咱们村的人不去帮忙，他们没法子了才请的人。话可不是这么说呀，他们那时候可没说要给咱们家男人工钱呢。就是，要是有钱我就让我们家男人去干活，在家闲着干啥呢？白叶子也懒得跟他们说了。这些人呢，没钱的时候一个个都说不去，这会儿知道有钱了，就说别人不喊他们，真的是没法说。我还听说呀，他们顿顿是肉，吃不完那些都让帮工的拿回家给家里人吃了。肉啊，他们这些庄稼人一年到头可是吃不到1-2块肉的。
谁家帮工也没见着肉星子呀。哎呀，也难怪了，周桂兰的男人不是个猎户，那家里能没肉吃？哎呀，想的这好事没让咱家赶上啊！我可是听说呀，他家里的菜全都是油泡着的，滋味好着呢。几个女人说着，嘴里还咂巴着，好似能瞧见似的。白叶子洗完衣服，也懒得搭理这些人，端着盆子就回了自己家。